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欢迎回到我的晚安播客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孟母三迁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，叫孟子。孟子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他的母亲独自抚养他。为了把孟子培养成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孟母对孟子的教育非常严格。起初呢，他们家住在墓地附近。小小年纪的孟子看了很多葬礼，然后他就开始模仿大人们哭丧、跪拜。孟母觉得，这里不适合孩子居住。于是呢，孟母带着孟子搬到了市集附近。没想到啊，孟子又开始模仿商人讨价还价，杀猪宰羊。孟母叹了口气说：这也不是孩子该待的地方。最后，孟母搬到了学校附近。在这里，孟子每天看到的是学生们读书、讲礼貌，他呢也跟着变得勤奋好学，懂得了礼仪。孟母欣慰地说：这才是真正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。后来，孟子在母亲的教导下，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。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父母为了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，不惜付出巨大的努力，比如搬家。那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，公立小学和初中通常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，意思就是你的家住在哪里，你的孩子就去哪所学校读书。而房产通常和户口挂钩，有了这套房子的户口，孩子才能获得那所学校的入学名额。所以呢，学区房就是为了让孩子进入特定公立学校而必须购买的房子。但是啊，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叫学区房，只有那些在重点学校划片范围内的房子才被称为学区房。学区房呢，不只是一套房子，它更是一张进入名校的门票。在很多国家，越贵的房子通常越大、越漂亮。但是在北京的学区房市场，情况完全不同。很多昂贵的学区房被称为老破小，因为房子很老，它们通常是建于80年代，很破，它的楼道很昏暗，面积很小，有的呢只有30平方米左右。虽然居住环境不理想，但因为对口名校，因此他们的单价往往高得惊人。那为什么家长愿意花1000万人民币买一套破旧的小房子呢？这个呢，其实反映了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。他们认为好的学校不仅有优秀的老师，还有优秀的同学。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父母宁愿自己生活节俭，也要把所有的积蓄用来买学区房。这个被人们称为现代版的孟母三迁。最近几年，除了在国内买学区房，
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国外读书，这种现象被称为教育移民。泰国、新加坡和美国是几个最受欢迎的目的地。过去，很多人去泰国是为了旅游，但是现在呀，很多人是为了上学。泰国的国际学校学费比北京、上海便宜很多，而且呢，办签证比较容易。很多父母认为，在泰国读书既能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，又能让孩子在国际化的环境中成长。但是，有的父母并没有打算让孩子一直在泰国读书。对他们来说呢，泰国是一个完美的跳板和过渡。等孩子在泰国读完小学或者初中，孩子完全适应了国际化的环境，他们再申请美国的顶尖学校。那新加坡呢，也成为了很多中产家庭的首选，因为这里不仅离中国很近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有双语教育。父母希望孩子既能学好英语，又不丢掉中文。此外新加坡社会安全，文化接近，孩子和家长都能很快适应。还有的父母呢，选择带孩子去美国上学。去美国的家庭通常瞄准了世界顶尖的大学，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更注重个性和创造力。虽然学费昂贵，生活成本也高，但为了让孩子接触到全球最领先的科学和艺术，家长们认为这种孟母三迁是很值得的。虽然看起来很美好，但教育移民并不轻松。家长往往要放弃国内的工作，去异国他乡做陪读家长。这种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，但是也反映出了中国父母对教育的极大重视。好了，那说了那么多，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。如果你是父母，你会选择泰国的轻松、新加坡的双语教育，还是美国的名校呢？为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你在自己的国家见过中国来的陪读家长吗？他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孟母三迁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演变成了某种压力？你认为孩子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会失去什么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晚安。